就是洋彩这个概念，我想这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讲到粉彩这个东西啊，它主要是使用了一个矿物原料，而这个矿物原料是在研制珐琅彩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个新的这个装饰原料，或者说这个衍生品啊，来自于珐琅彩。所以粉彩的出现呢，与这个材料的使用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材料的名字就叫玻璃白，当然，至于这个里边的化学元素，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粉彩这个里边使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原料啊，就叫玻璃白。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讲到这个粉彩的使用，其实它的时间比较晚，是在光绪32年，公元1906年，我们有一位叫吉元守的人，曾经写过出过一本书叫《陶雅》，在书中他提到了康熙彩印、雍正彩卵的这么一个说法。那么软彩者粉彩也，就是当时他对这个彩的下的一个定论。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一直到今天所讲的粉彩的这一个名称，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我们要明白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在史料的查阅过程当中，粉彩一词在清宫档案当中是没有的。所谓的史料当中所讲的五彩、洋彩都实际上直接指向了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粉彩这一类的这个品种。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我们不要把它混为一谈。所以反过来说，我们清宫档案当中讲的洋彩，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粉彩。所以在100年以后，我们大家都约定俗成，都把这一种彩都称为粉彩。所以我们知道它的历史知道它的过去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过去和今生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们不要把它混淆了。这个呢，是我们讲的第四个问题也是在史料当中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情况，和我们现在讲的粉彩，它里边有很多的一致的地方。那么在这里我再强调一遍，尽管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拍卖公司采用一种复古的一种说法，就是把今天我们讲的粉彩说成了是洋彩。有没有错呢？并没有错。但是对于我们初学者，尤其是刚刚介入到这个领域里的很多人，给人家引起了很多的质疑，因为他不了解历史的那一边，或者说对过去不是很清晰。所以呢，我们今天通过我们这个讲座，就是把这个历史的过去的一些说法把它挑明讲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实际上呢，就是一回事情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之前呢，是一定要给大家讲的。那么第五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前面讲过，粉彩是珐琅彩的衍生品。由于我们讲自己创造出一种新的材料
和珐琅彩对接，但是无意当中产生了这一个品种，为我们今天人的认知啊，或者说对当时的工艺呢，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明确的告诉大家啊，这个粉彩它是在康熙晚期或者是末期这一段时间才产生的。现在我们见到的康熙的粉彩数量是很少的，啊，那么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讲，那么要了解这个历史的发展演进的过程，啊，也知道它的时间和其他品种相比较而言，它是短暂的，但呢，恰又是辉煌的，啊，这是我们讲的第5个问题。所以我们一说起粉彩，大家就马上就要反应过来，是只有清代有，明代是没有的，啊，这个关系呢就基本上已经交代清楚了啊。那么至于这个里边啊，这个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讲的第6个问题。那么既然若有大清康熙年制款的这个粉彩瓷器，但这个款同样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写法，一个呢是双圈6字2行款，还有一种呢是双圈3行6字款。尤其是这种6字3行的，它这个清的写法和我们正常的清的写法，它略有些不同。那么有专家研究认为，这是安窑所为，是安尚义一个私人窑啊所为。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既然有专家这么认可，而且认定，那么我们也可以呢对它加以一个新的理解啊。那么这个安尚义窑，这个我们一定要讲清楚。康熙晚期出现，一直到雍正早期还有啊。那个上次我给大家看了一些图片以及它的款的写法啊。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要给大家强调的这个第6条。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窑，我们在清宫档案当中曾经见到过，叫熊窑。同时呢，我们过去一些老前辈也给我们讲过哪一类的东西属于熊窑，但是清宫档案当中所讲的熊窑只有器型，没有对于它的色彩加以描绘。这个呢让我们至今对这样东西的认识呢依然存疑啊。那么这种东西呢，它的研究目前还是一个空白啊。这是我们第6条要特别强调的。这个空白有助于我们今后希望我们镜头前的我们全国各地的，如果是我们世界各地的朋友，请你们做有心人，以后要特别关注这一块包括史料，甚至是一些译文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史料上有没有关这个熊窑的描述和记载？如果有的话，希望能尽快我们和朋友之间进行一个交流，让我们对熊窑这一块重新加以界定和认识。这个问题呢挺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改写历史大家要注意，改写历史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因为你要发现它，然后才有可能大家相互之间的交流，才有可能把这一部分改写不要以为我们在虚无缥缈的谈这个不可能的事。我告诉大家，这种事情随时可能在你身边发生，因为我们自己走过来的人，也曾经经历过这些，也曾经可以说是改写了中国陶瓷史，我们都是参与者镜头前的朋友，你也是参与者，但是要做有心人才能参与进来，如果没有心，你是没办法进来的。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掌握足够的历史的我们专业知识的，以及更多的经验的积累，这个3条少不掉
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刚才我最前面说的一句话，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希望学有所长，我们共同努力啊。这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6条啊，这个呢是挺重要的啊。我们很多人只喜欢说，哎，这个东西漂亮不漂亮，这个东西值多少钱，这个呢是远远不够的啊。你这样的话，你走不深的，你只是做生意而已，或者说只知道它的价值而已，但是它对于它的历史地位啊和它所发挥的历史的功能啊，这种功能你还是了解太少，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好，我们这一讲的话呢，更多的呢是从这个历史发展的严格，以及呢我们结合我们的更多的一些图片，给大家来讲一讲雍正时期的粉彩因为之前我们看了就那么几件康熙粉彩，这个呢不足以说明问题。总体概括呢就是它在五彩的基础上使用了玻璃白这个矿物原料，在局部加以这个装饰，达到了粉彩的效果。那由于数量之少，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做更多的宣讲或者是研究，以后呢有待于我们慢慢去认识吧。那么到了雍正以后呢，雍正的粉彩呢的确是一个历史高峰，所以它的这个纹饰色彩的运用，这是我们前无古人的，应该这么讲啊。至于说后来的来者呢，有些地方是超过了，但还有很多地方是没有超过的。因为雍正粉彩呢，它更多的是按照我们之前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运寿屏清初的几个这个宫廷画家之一运寿屏，他的绘画技法就是墨骨法的这种运用，对我们景德镇御窑厂的这个粉彩瓷器的绘画装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它整体的这个格调又和前面的五彩是截然不同的，更加的清新柔丽，更加的接地气。所谓接地气呢，就是我们讲的它更加的写实和我们生活当中自然环境当中的比如说花卉更加的接近。因为我们讲五彩的花卉呢，漂亮吗？漂亮，但是跟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色彩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差异的，而粉彩它做到了更加贴近没有想到过的那么这种东西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粉彩的一些图片我们再把它稍微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我们就按照这个一步一步往下走给大家看一下雍正的粉彩，它这个色彩的运用和乾隆以后历朝历代的最大的区别。那么这个里边呢，大家要注意雍正粉彩为什么说它色彩雅丽，而且呢非常的清新？因为它在很多地方它的布局上更多的是仿宋的意味更重一些，宋画。因为什么呢？它所有的绘画都突出一个主题，而且留出更大的空间，让你去充分的想象。因为它在一个器物上，它只画一枝花、一朵花或者几朵花，而空间留得很大，让你去想象到这种百花园里开的那个花这种盛开的这种鲜花，这个空间让你充分的去想象。那么这个色彩也是这样我们继续往前走。这个蝶恋花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色彩它这个绘画的技法。这个都是我们在博物馆在我们拍卖会上面
大家都有可能碰到的或者见到的这些器物啊。如果看到这种器物呢，大家以后啊有心的去多多的仔细的认真的去观察，尤其是对色彩的辨别，大家一定要注意，它和前者和后者之间究竟有多少不同。你比如说像这上面的一只，这个可不是，大家注意啊，我们现在看的这只碗呀，它上面这朵花，有很多人都喜欢把它叫牡丹花，其实是不对的啊。那个里边有我们这个花卉啊，有很多种。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枝花是什么花？我们中国人叫月季花，而在欧洲叫什么呢？叫玫瑰花，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的代表，这就是一个月季花，花卉开得很漂亮。那么为什么说它是月季花呢？大家注意几个啊，这个重点。一个看见没有？这个小红点是什么呀？这个小红点就是月季花上面的那个刺儿。这个叶子是什么呀？是椭圆形的啊！大家要注意，我们所看到从元代、明代看到的那个牡丹花，它的叶子呀，到了明代以后呢，变成了鸭掌形的，而不是简单的这么一个椭圆形的，它不是这样。那么从叶子上，我们就可以区分出这个花卉的品种。这个呢，跟我们镜头前的朋友打个招呼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既然你是研究学习瓷器，对我们人物的服饰、古代的建筑、花鸟鱼虫这些东西呢，都要有一个认真的、仔细的观察，这样才能够增加你的辨别能力。不然的话，随嘴就来，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是不提倡的，也是极力反对的。所以我在这儿呢，再强调一下，希望大家呢要注意这些东西。我曾经见到过我们一些研究者啊，他们很认真的啊去研究这个花卉，啊，这个专门买这个啊有关植物的书去研究。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研究的办法啊，去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我们古代人在他的这个瓷器上是用的什么花。我们在自己以后的研究啊写文章的时候，能够很正确的表述出这个花卉的品种。啊，不至于谈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一个空白啊，这就不太好了。好，我们再继续。那么这个里边大家要注意了，看见没有？这个同样是花卉，但这个里边花卉有很多，有菊花。这个花大家注意，看见没有？这个叶子，这个叶子跟刚才的叶子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牡丹花，啊，这个呢是我们讲的北方人叫老少年啊，这个花卉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花卉的品种。这个马上我们就要把它啊辨别出来啊，辨别出来。你看没有？这个是运寿平画的牡丹花，你看这个叶子，它就是那种像个鸭掌一样，这个张开的啊，不是一个单的一个，它是张开的花。你看这个花画的就非常漂亮啊，这就是让我们来认真的仔细看，而且同时我们注意，刚才我们看了几件东西，大家注意没有？它突出重点画几枝。它没有画得很满，留出更大的空间让你去想象。这种百花园里怒放的花卉有各式各样的，但是我展示的只是这么一朵两朵。这个和宋代人的绘画技法是非常像的。我们如果说研究过宋代绘画的，就会发现宋代过去画的那种完善啊，过去叫工扇的这种，它就上面画花卉，就画一枝啊，就画一朵啊，这就代表了啊这个百花园里的啊一个花开得这样的灿烂。好，啊，你看这个上面这个款啊，这个我们以后再说这个款的问题，这个现在我们不多说。看见没有？这个花是什么？这就是月季花，虽然开得像个牡丹花一样，但是这个叶子和刚才看到的是不一样，而且上面是有刺的，看见没有？牡丹花上是没有刺的，这上面这是蜜蜂啊，而且大家要注意，看见没有？这个花卉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花卉。民窑和官窑器当中啊，它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民窑呢画的呢相对比较简略一些，而官窑器往往画的就特别的细致，尤其在色彩的运用上，大家注意没有？看这个牡丹花开的，它那个层次、它的阴阳、它的反转，它都展现的淋漓尽致。而民窑的话呢，它只是比如说刚才我们看那个碗，四字款啊，雍正年制那个碗，它上面用胭脂红，它只是把这朵花画出来了，至于它的阴阳相背，它没有展示。而官窑器，它完全把它展示出来了，
这就是官窑和民窑之间最大的区别啊！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官窑器当中和民窑器最大的不同。你看叶子有深有浅，啊，有阴阳相悖。这个花也是一样，有深有浅。这个深的地方用的是胭脂红，浅的地方用水把它洗淡。但是有一个前提，刚才我们前面讲了，它用了玻璃白打底，所以它才有可能把深的地方留下来，把浅的地方把它由深到浅把它洗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什么色阶。而这种东西在我们五彩当中是不可能见到的，因为五彩大红大绿，红是红，绿是绿，色彩这个色块呀，相互之间的这个色块呢，它没有那种转换的过程，没有这个层次感，啊，这就是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啊。好，我们再来，看见没有？这官窑器和刚才那件一样啊，你看它底下都是这么一个写款方法，而且呢，我们给大家看了这么多啊，这么几件东西了，所有的粉彩器啊，请大家提醒大家注意，釉都特别的白。第二，几乎都是中胎和薄胎画，啊，厚胎的有没有？有，但是因为这个色彩非常的雅丽，所以画的东西呢，用特别大的大气来画粉彩呢，这种情况有没有？乾隆时候更多，而雍正时期却少。这就是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在掌握它的器型、纹饰的时候，同时要注意它的尺寸的大小、胎的厚薄，这都是我们鉴定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的细节，这个不可以忽略的啊。好，这个啊，大家注意，刚才我们看的是双圈的6字2行楷书款，这个是方框的6字2行楷书款啊，很漂亮啊。这上面画的是什么呢？牡丹花，然后呢上面是蜻蜓。这个图案从雍正开始，乾隆都有，嘉庆也有，但是嘉庆以后基本上很少见了。那么包括嘉庆本身也很少见到。那么这种大家注意没有？这个颜色，包括这个上面的这种纹饰的布局，虫和花之间的这个关系，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蝴蝶、看到的蜜蜂啊，这种动和静之间的关系啊，雍正时期处理的特别的好，所以给你感觉这个画面是如此的生动和栩栩如生。这就是雍正时期的粉彩，它之所以受到更多人啊帝王将相和一些藏家的爱好，不仅仅是色彩好，而且它的这种艺术价值是更加的优美和高雅。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对他们这么追捧，是有一定原因的。还有一个，这上面的花卉，红是红，绿是绿，黄是黄，黑是黑，非常的干净漂亮。而且你看见没有，这个蜻蜓的翅膀，它上面的这个由深入浅，每一个地方它交代的都特别清楚。这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时候的工匠，他对色彩的把握完全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就是技术水准已经非常娴熟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去认真的、仔细的啊去研究、观察，而且呢，一定要铭刻在心。那么刚才我前面有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款的问题。一般我们知道这个款来自于明代的成画啊，双方框。那么大多数都是在斗彩上面出现的。雍正的斗彩、乾隆的斗彩也有这种款式，但是在粉彩上，这种呢还是比较少见的啊。所以这种东西呢，也是提醒我们要关心这种特殊的
存的完整程度也非常好，啊，一看这种东西呢，就来自于欧洲，这是回流的一件作品。但是呢，这个色彩啊，大家要注意，雍正的色彩，刚才我们看了花卉了，官窑，这是一件民窑的作品，但是它同样色彩用的也是非常的鲜艳和雅致，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认真要区分的啊！你不能把这种东西说成是色彩上要把它分得很清楚。大家注意中间做的这个麻姑啊，它的头是高高的隆起的啊，发髻，上面还插着一个赞，以及它的衣服色彩，包括这个里边我们讲名人这个一件衣，它里边是没有衬的啊，里边没有穿背心啊，穿衬衣啊，就是一件衣。到了清代以后就出现了，里边还有衣服，啊，这个就非常典型。我等会儿给大家看啊，《雍正十二美女图》的啊这个色彩，包括这个身上的衣褶啊，这个上面的色彩用的是胭脂红、蓝料彩，包括这种淡淡的天蓝的这个淡蓝色彩啊，这个酱色啊，这些色彩用的都非常雅丽，非常漂亮。这个都是我们今后啊在研究雍正粉彩的时候都要特别要注意的，因为这种东西啊，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能都可以看到，尤其我们在海外的一些朋友啊，或者经常去海外的，这种东西都有可能碰到，所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就是提醒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你们要关注它，啊，要关注它。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花卉的，啊，也是一个花卉的这个一个盘。那么这个里边呢，大家要注意啊，我这个旁边看见没有？它这个右脚底下有一个双圈6字3行款，这种款我们过去老一辈儿跟我们讲，这种款呢就属于熊窑，大家注意，是熊窑啊。刚才我们讲了安窑，安窑是这个清的月字它的那种特殊的写法，而这个呢它是没有那种啊，大家注意，我放大了给大家看，它这个清的写法这一部分它是月字写法。啊，它是月字的写法，没有那个一横一竖的。那么过去老一辈是这么讲的。那么这种东西呢，其实我们现在市场当中见的还是挺多的，啊。那么不管它是不是熊窑吧，因为过去只是一说，现在我们没办法去证实它。但是这种东西呢，也是典型的雍正粉彩当中最常见的。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专门强调一下，告诉大家，希望我们大家关注它啊。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我们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注意这个里边的黄色调啊，这个里边的黄色调，这个里边的黄色调啊是什么呢？我们讲叫柠檬黄。啊，柠檬黄的这个色彩最早出现于珐琅彩，那么到了雍正以后，这个柠檬黄在粉彩当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但是有一条。这个柠檬黄，它的底下也是打有玻璃白的，淡淡的、薄薄的一层玻璃白。那么，所以呢，这个柠檬黄呢，它的卤浊感更强一些，跟这个珐琅彩的比较起来，会有这么一点感觉。第二个，由于底下铺了这个玻璃白这个玻璃白以后啊，这个柠檬黄在这个器物的表面，有的时候显得就比较的厚实，甚至会出现一点开片。这个今后要注意啊，要注意。我等会儿给大家看啊，给大家看这个用这个柠檬黄啊，玻璃白铺底以后上的柠檬黄。这个刚才我强调了，看见没有？民窑当中的这个胭脂红啊，它往往不像官窑洗的色阶比较重，它这个呢只是勾了一个轮廓线以后，你看就用笔一点，就把这个色彩点在上面就完了。它的边沿这个部位啊，它洗的就比较少，色阶比较少啊。这就是民窑和官窑之间呢，它就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这个呢也是如此啊，这个也是如此。那么这个呢，我们就不去多看了啊，不去多看了。这是一件这个荷塘啊，这个是我们看到5月份呀，在荷塘里边看到的荷花啊，这个是雍正粉彩当中比较经典的作品啊。这种东西呢，因为传世也比较少啊，也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漂亮。那么这个玉壶春呢，目前大概也只有故宫啊很少的几个大博物馆里有，其他地方都很少见的啊。那么这种东西呢，雍正有，乾隆有，
这个数量呢非常少。那么这种东西呢异常珍贵，在我们拍卖市场当中呢，这种东西啊，流通的不是特别多，啊，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仅要了解它啊，也要知道它在市场当中的流通情况，啊，这种呢都是我们讲叫艺术珍品。官窑和民窑之间的差别啊，就通过这个一小小的比较以后呢，就知道了它之间的差异啊，民窑和官窑的差异是巨大的，而不是一点点，是很大。这个里边呢，看阴阳相背啊，全部表现出来，深的、浅的啊，这个全部通过色阶的变化、色彩的变化，就把它全部的展现出来了。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官窑瓷器啊和民窑瓷器之间最大的差异。不管它的造型如何变化，色彩是界定官窑和民窑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啊！我尽快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时间来不及的。你看，这就是民窑的东西。这个民窑的玉壶春，从造型上来看，跟刚才那个一样吗？是一样的类型，但是我们注意了，这个玉壶春的肚子比刚才要大多了，那个就显得更加的匀净，而这个脖子和口就小和细，而这个肚子显得很大。色彩的要注意，这个笔筒呢，从我们明代啊，我们文人墨客呀，这个笔筒是少不掉的，啊，不管是瓷器也好，啊，还是木器也好。尤其木器当中的黄花梨啊那种笔筒，还有杂木的木筒啊笔筒，它有一种束腰的，啊，明晚期到清早期都有，请大家注意，我们瓷器当中也有，但是到了康熙晚期。